第一位演员是一位在读的研究生，第一轮的时候跟我们讲了很普通的一件事，就是玩手机，但是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掌声有请多多。哈，大家好，我叫多多，非常开心见到大家。我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我跟阿成是在喜单一认识的，他当时是总决赛第4名，我第2轮就给淘汰了。但他火了之后对我特别好，这2年一直邀我出去写稿，请我吃饭，包括前段时间还让我去给他的专场开场。可以说这2年要是没有阿成的帮助，我早毕业了。本来6月份我就要毕业的，25年6月，我已经延毕1年了。我不是一个读研的材料，我专业是电气工程，我读研3年换了3个研究课题，就因为做得慢，都被别人攻克了。我导师看完我的论文之后，他没说好，他也没说不好，他跟我说研究生最多可以读6年。我自己是不想考研的，是我爸当时跟我说，只要我考上研究生，就给我钱去全国旅游。结果考上之后又跟我说，那些话只是为了激励我，所以就给了我500。我说你不如直接击毙我。500我能干嘛？别人800，那个标兵才能奔北坡。我拿着500去全国走一圈，我22岁出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的回来，出走半生，归来只剩半生。500块钱真的没地方去，我当时在网上搜了，预算500，小众穷游景点推荐，他给我推荐了泸州。泸州是个什么地方呢？泸州是我家。我真的很讨厌我爸这种教育方式，总是拿钱诱惑我，我又总是得不到。小时候跟我说你只要考100分，我给你100块钱。我说考5分能不能给5块？我可以考20次。考不上又要说我，他说哎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没看到，他考试都把试卷挡起来了。我从来没考过100，我最好一次考了98，但不是你一考98他就给你98，他就说儿啊你再努力一下。你再多对的选择题就有100。我为了零花钱，我晚上就得花时间查漏补缺，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我爸去洗澡，去他的房间找他的钱包。偷还是不偷呢？这是一道选择题，怎么做才能有100呢？因为我感觉我爸这个人真的对我管得非常严格。我读研的时候，他会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玩，他就会批评我；我说我在学习，他就会表扬我。但其实我在玩。我不想被批评，我就每次都跟他说我在学习，这就导致我当时延毕的时候特别尴尬。我爸非常绝望地问我，他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天天在学习吗？啊，怎么还毕不了业？”我说这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喜欢学习，我还想再学一会儿。我今年都26岁了，我过年回家，我爸还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叫我学英语，他怕我睡回笼觉，他就在我的床上睡回笼觉，哎，我就去他的床上睡回笼觉，我真是学不动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会跟我讲什么头悬梁锥刺股，说这2个人为了考一个好成绩，晚上不睡觉，困了就把自己的头发挂在天花板上，拿针扎自己的大腿。我以前觉得好励志，我现在怀疑他们有表演性人格。我真是接受不了，我要是困了，我肯定不能扎我自己，最多扎我爸，让他回自己床上睡。我有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悬梁刺股这2个人每天晚上这么辛苦，这么努力，他们要是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有一个叫牛顿的，被苹果砸了一下就发现万有引力，他们会被崩溃呀！啊，是我道具用的不对吗？啊，我就发现我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都在讲，感觉你要学习好，你就得先学会吃苦。还有一个凿壁偷光的匡衡，这个人绝了。
他晚上为了学习，把隔壁邻居家的墙壁凿了个洞，用邻居家的光来学习。这个故事从古至今200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邻居的感受。我在乎，他们家的墙壁被莫名其妙凿了个洞，哎，你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用隔壁家的 WiFi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怀疑匡衡最开始不想凿洞的，就是他爸，每天在窦耳朵面前说：“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啊？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他听进去了，他就凿了个洞。你搞得邻居每天活得很没有安全感，总感觉有人在看他，所以邻居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我觉得努力学习没有错啊，但该休息就是得休息。我现在就有一种休息焦虑，我有的时候晚上吃个饭8点钟就困了想睡觉，但是你8点钟就睡觉，真的会忍不住骂自己是个废物，会焦虑，心里面觉得还是得看会儿书，又不能看，看了肯定睡着了。没办法，只能玩手机。有时候人玩手机只是为了提神的啊。我就这么躺着玩手机，我这玩会儿的手机下来把我砸醒，我又玩手机又把我砸醒。我说这不是头悬梁吗？这不是。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爸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躺着。他说你这么早就休息，你不学会儿习吗？我说学啊，马上就学，已经有灵感了。我刚才已经被苹果砸了一下脑袋。感谢大家。谢谢多多的表演，喜欢多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多多。紧张吗？紧张，而且有点吞字儿，主要是因为我平常在线下。吞字儿会不会是阿成传染的？我感觉是。多多，你是开场紧张还是跟咸鱼对打比较紧张？其实都有，就是我希望我能电他一下，就是我把场子开热一点，他直接就炸起来。我就希望他能好好演一场。哇，因为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我是非常好的朋友。那跟他哥们儿阿成很像，是吧？是都愿意奉献。对，其实第1季的时候你就讲了一些这种跟父亲之间关于学习的这些脱口秀话题什么的。对，我感觉主要是没讲够，就是我的负面情绪还没有消化完。那叔叔本人看到过吗？没有，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这个事儿啊。对，就每天幽默的偷鸡摸狗的人。他居然不知道你在说脱口秀。对，他一直，我现在跟他说的是我在一个电器公司新媒体部写一些幽默小文章。这真不容易。要不我给他充一个爱奇艺会员吧。叔叔，我向您介绍一下，现在站在台上的这个人叫多多，是我们第1轮上半期的最高分啊！没事。就是他想的那个点都还蛮奇怪的，就是凿墙这个、偷光这个，说真的，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啊。原来这是一个偷窥的故事，我没这个意思啊。包括最后的苹果。他都一语双关哈，因为上一赛段他的成绩特别好，然后全场共鸣得210多票，好像是吧？216好像是。哦，你看总共才220票，我当时就想，我说那为什么他这么厉害？第1季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的。第1季主要是还想着学习啊，后来2年就彻底不想了。今年还是被学业耽误了一下。一定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以外的事情上。虽然他讲的好像不太符合一些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却往我们心缝里说。啊，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这会儿你要不干点什么是浪费了，但其实你也干不出什么来，你肯定是要浪费这个时间。对啊，就玩吧，反正大家都一起玩。我觉得他很聪明，同时他还功利，这就是学生的好处。我是爱学习，不是，他都延毕了，他还爱学习，谁爱学习会延毕啊？没怎么见他为学习发过愁。他说这话谁信呢？他说他上网我都信，学习，
我都比他爱学习。多多看起来就垂头丧气的，然后每天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然后感觉每天没正事儿没正形，研究生也不好好上，他真的好像阿衰。就是你们对我的误解。我不喜欢被逼着学习，我想学我想学的，我有自己的这个学习方法。基本上市面上的脱口秀教材我都看过，都研究过。无论我是去演出啊，去给人开场面心态，还是说去跟同行改稿，虽然对这个在校成绩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他在我的生活中，他也是学习到一些跟人打交道啊，或者练心态的一些东西吧。爱情。